拜各种后宫向作品所赐，男主角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吃香的位置，因为这代表着可以和故事中大量女角色对戏，同时被多位女角色看上，也是家常便饭。只不过受女人欢迎并非全是好事儿。我们之前已经品鉴过了总帅大人的女难之相，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的好基友阿姆罗一生遇到以及错过的女人们吧。比起总帅大人那无限接近满分的颜值，阿姆罗这种昭和时期男主角的长相其实并没有帅到人见人爱的程度。不过这并不代表阿姆罗异性缘差，他闷骚内向机械宅的性格似乎确实为他在异性之间赢得了相当多的好感。只是如果说总帅大人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让不少好女孩栽在自己身上的话，那么相比之下，阿姆罗与异性的交往史可能就要坎坷不少了。早在阿姆罗成为战争英雄之前，福劳和阿姆罗的关系明眼人都能看出是经典的朋友以上恋人未满。如果放在其他故事里，这就是经典的青梅竹马形象，只不过拜本世纪大量轻小说作品所赐，有青梅竹马的地方，系统有90%几率会自动刷新出一个天降系女主角。而我们掌握核心科技领先业界30年的光头大人，其实早在上世纪就开始搞起天降虐青梅的桥段了。但富野也有着自己的温柔，在被各路天降女角色吊打之余，富野笔下的青梅意外的结局都不错。在大贤制胜仙师花园丽在亚加马悟道，领悟到青梅竹马真正的优势是活得久不容易领便当，并以此熬走2位天降女角色后，青梅们虽然依旧无法正面迎战天降系，但总能靠持久战取得最后的胜利。比如基复国的诺雷朵便在有情人终成姐弟的故事中含泪成为最后的赢家。然而以上这些青梅成功案例却和福劳关系不大。作为这类角色的出号机，福劳生在花园丽诞生之前的世界，作为平民的福劳并没有被安排过作战任务，完全没有搭乘 MS 的经验，主要任务就是照看白色基地上的孩子们。如果说早期看到阿姆罗对其他女角色展现好感时，福劳还能展现一下嫉妒感情的话，那在阿姆罗觉醒新人类能力之后，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就像理所当然一般，隔上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阿姆罗内向的性格导致他在刚成为新人类时，与其他旧人类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疏离感。福劳也在决战时表示，而在最后众人逃离阿巴瓦库时，他得到了阿姆罗 NT 共感的指引，成功在爆炸前逃生。这大概也是福劳第一次听阿姆罗如此称呼自己，只不过这声喜欢你多半也没有掺杂什么恋爱感情。之后福劳与小林结婚，将白色基地上的3个孤儿收为养子，一家人生活在地球上。期间他也和小林生下了一个女儿。然而在之后的战争中，养子卡兹与丈夫小林都先后战死。果然机器人动画3人组里矮胖的那个死亡率都比较高，可惜卡拉巴并没有准备什么备用的损人指挥官，因此福劳只能独自抚养孩子们。日后结局和福劳相似的角色，恐怕也只有在大结局时风暴哭泣的2小姐一人了。有了福劳这个经典的青梅角色，那自然还需要一个天降系女主角。而在0079中，这个人就是夏亚的妹妹阿尔黛西亚，也就是塞拉玛斯了。只不过福劳的可怜遭遇与塞拉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如果只看0079动画的话，塞拉虽然是天降系，但他和阿姆罗仅仅只是战友而已。阿姆罗的恋母情节报警器似乎也没有对着塞拉响个不停。不过夏亚似乎不这么想，在故事最后，夏亚和妹妹告别时对塞拉说的话，给人一种他相当期待妹妹跟阿姆罗发展一下的感觉。只可惜之后随着战争结束，阿姆罗被联邦软禁，两人也几乎就再也没有重逢过了。不过虽然动画里没有，但在富野的小说版中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富野的0079小说版中，塞拉和阿姆罗就发展出了肉体关系。在富野的小说里，露骨的性描写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而小说中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那就是阿姆罗从塞拉的森林里取了一根当做护身符。考虑到塞拉的发色比起黑森林形容成银杏树林大概更合适吧。关于这段故事全貌，其实是阿姆罗听其他士兵说这东西可以拿来当做护身符，于是他也去找塞拉要，结果惨遭拒绝。相比以上2位虽然和阿姆罗关系很近，但阿姆罗并没有产生特别感情的女角色相比，他对接下来这位的感情就非常直观了，铁暗恋，那就是阿姆罗的初恋玛姬露达小姐。
阿姆罗作为一个性格内向的阴暗阿宅，再加上成长中父母常年缺位，实际上他的恋母情节绝对不输夏亚卡缪。而玛姬露达小姐之于阿姆罗，就像拉拉之于夏亚，艾玛之于卡缪。这种对于成熟女性的憧憬，虽然很难以启齿，但恐怕不少男性都有着可以感同身受的经历。玛姬露达作为补给部队的队长，是在白色基地降落到地球后才与其接触的。出众的外表加上成熟的气质，在白色基地的男性成员中有着非常高的人气。而对于阿姆罗这种小处男来说，这种成熟女性带来的冲击，直接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然而，阿姆罗藏在心里的这份恋情，并没有迎来开花结果的那天。先不提玛姬露达小姐有没有对象，看看那个满脸微笑的光头，你应该也能猜到她接下来会干什么。于是，在黑色3连星袭来时，他搭乘的米迪亚运输机被奥尔迪加驾驶大魔砸碎了驾驶舱，玛姬露达当场阵亡。如果说1年战争中哪位大人的死对阿姆罗有非凡意义的话，我觉得女性就是玛姬露达，而男性则是兰巴拉尔。他们的身亡都对阿姆罗的心灵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冲击，甚至直到 Zeta 高达时期，在阿姆罗被软禁的住所中，都依然摆着当年白色基地众人与玛姬露达的合影。之后，白色基地一行来到贾布罗基地后，阿姆罗遇到了他的未婚夫伍迪，聊到两人在军官学校相遇，原本准备在奥德萨作战后举行婚礼，并邀请白色基地众人参加。之后发生的事情证明，就算另一半已经去世，这种标准的死亡 flag 依然是绝对不能说的。伍迪此言一出，似乎触发了副野的株连机制，很快他就在夏亚偷袭贾布罗时被夏亚的魔械击中战死。夫妻二人以相同的方式为白色基地和阿姆罗献出了生命，实在是非常凄惨。不过在富野的0079小说版中，这对苦命鸳鸯倒并没有死于战争中，可能是因为小说版阿姆罗已经通过塞拉小姐成功转大人了，不再是DT的阿姆罗和玛姬露达就交际远不如本片多，而对他的感情也单纯只是感叹一句真是个美女的程度。反倒是玛姬露达这边在感受到了阿姆罗的视线后，故意将这件事透露给伍迪上尉，以此煽动他的嫉妒心和危机感，最后成功促使后者向他求婚，实在是个高明的测试。那么1年战争期间，最后一位与阿姆罗纠缠颇深的女人，自然就轮到了夏亚永远的妈妈拉拉。阿姆罗在赛德六与拉拉跟夏亚完成了线下面基之后再相遇，便是在战场上了。理论上两人的交流是以上几位女角色中最少的，但此时阿姆罗 NT 能力逐渐觉醒，并与拉拉通过 NT 这个高效的沟通途径，在短时间内就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联系，而这也就导致阿姆罗、拉拉、夏亚三人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固的三角结构。夏亚追着阿姆罗的屁股挨了大半部 TV 的揍，阿姆罗这个内向阿宅在拉拉身上找到了被人理解的幸福感，而拉拉则倾慕着认同自己价值的夏亚。如果说这段混乱的三角关系中，让夏亚难以接受的是阿姆罗和拉拉在 NT 聊天室中深度交流，而自己只能旁观却无法介入其中的话，那对于种父叔叔阿姆罗来说，最难以接受的事情大概是，明明他和拉拉已经建立了理解的桥梁，在他看来已经没有战斗的必要了，但拉拉为了回应夏亚的期待，依然选择与他为敌，最后甚至为了救夏亚而死在阿姆罗的剑下，成为 UC 第一位宇宙女鬼。对于阿姆罗来说，这样的结果并非他的本意，在他看来，拉拉是不该走上战场的人，因此这事情在阿姆罗看来怎么算都是夏亚全责，而夏亚则苦恼于这两个人把自己晾在一边，并且夏亚的行动成了令自己失去拉拉的扳机。这些事情夏亚纠结了10多年，直到临死时才向阿姆罗吐露心声，让正在琢磨遗言的阿姆罗心中冒出了10000个黑人问号。对于这么一个牛中带纯，纯爱中又掺杂着 NTR 味道的故事，我只能说你们3个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并且由于是阿姆罗亲自把拉拉杀死的，再加上他与拉拉精神上纠缠颇深，因此他也是在此后被女鬼拉拉骚扰最频繁的人，以至于对此事 PTSD， 在 Zeta 高达中不敢前往宇宙。即便在逆袭的夏亚故事中，拉拉也经常在他的梦境中显现，让一个男人忘不了，同时让另一个男人甩不掉。拉拉某种意义上也是个罪孽深重的女人呐。在0079的故事结束后，阿姆罗便遭到了软禁。
过上了财团少爷一般富足但是无聊的日子。而另一个让阿姆罗风评被害的事件，也正是发生在此时。在吉塔高达的小说版中提到，阿姆罗的软禁地是北美怀俄明州夏延市。此时的官僚们为了向阿姆罗传播色孽腐蚀，一周会为阿姆罗准备2次美女外送服务，用物理上的压榨令阿姆罗变得日渐萎靡。因此，阿姆罗获得了一个宇宙种马的称号。但正如刚才所说，富野的小说中关于性的描写相当频繁，直接将小说中的打桩机阿姆罗带入到动画阿姆罗身上，严格来说还是相当不严谨的。不过这个小说中承受了阿姆罗连天炮火将近10年的夏延氏，在之后的 UC 正史中还有过出场。UC0096年时，殖民卫星雷射格里普斯2的管制设置便被秘密设置在了这里，并配置了Zeta Plus、古斯塔夫卡尔等强力 MS， 结果遭到了林有德率领隆德贝尔突袭。如果说0079的故事里和阿姆罗关系深厚的几位女性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和他发展出进一步关系的话，那么 Zeta 高达时期，阿姆罗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新登场的女角色贝托蒂加对他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其实刚登场时的贝托蒂加并不是个很讨喜的角色，当时他的行为和日后的某暗黑初音未来非常相似，恨不得24小时都围着阿姆罗转。对其他跟阿姆罗关系亲近的人，态度都算不上友善，尤其是被阿姆罗当作弟弟照顾的卡缪，以及时不时跟阿姆罗眉目传情的夏亚。当然了，这些都是因为贝托蒂加急切的想要缩短与阿姆罗的距离，这完全是出于对他强烈的爱意。随着故事的推进，贝托蒂加也在逐渐成长，和卡缪等人的关系也逐渐缓解，甚至和夏亚之间产生出一种神秘的闺蜜感。这两个人甚至在后期连穿搭风格都在逐渐接近，不知是不是在阿姆罗这项爱好上找到了一些共同语言。对于阿姆罗，贝托蒂加也一直抱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希望阿姆罗作为驾驶员付出，另一方面又从心底里担心投身战场的阿姆罗。只不过这种矛盾却在之后没了下文，因为当 Zeta 高达的故事结束，逆袭的夏亚中，阿姆罗在登场时陪在他身边的女人又换了。实际上，在剧场版的出版剧本中，阿姆罗依然和贝托迪加维持着恋爱关系，并且两人之间已经有了即将出生的孩子。结果这版剧本在投资方那边迎来差评如潮，富野只能修改剧本，而原本的剧本则被他整理成小说，也就是贝托蒂加的子嗣。至于顶替到贝托蒂加位置的角色，便是剧场版的女主角茜恩。显然，富野对于这些被迫做出的改动是有点小意见的，因此剧场版中茜恩的作用仅止于阿姆罗的女伴，并不如小说中贝托蒂加以及两人的孩子那般重要。并在最后安排哈萨维干掉了茜恩。之后有些游戏中会安排两人一起出场，跟阿姆罗上演修罗场的戏码。而如果只看民间呼声的话，显然是支持贝托蒂加的数量压倒性的大。只不过高达系列动画依旧是唯一的正史，因此之后的独角兽也依然延续了剧场版的故事，让没有怀孕的贝托蒂加客串登场了。回看这些在阿姆罗身边走过的女性，其实能发现宇宙种罗这个称号对她来说有些名不副实。无论是与她双向奔赴的，还是仅仅一方单箭头的女性，最后都在难以预测的命运，或者说光头以及投资方的大手的影响下，与其失之交臂。相比之下，夏亚那种魅惑光环全程启动、不主动不负责的无节操行为，阿姆罗这边还称不上贵圈真乱吧？那么在阿姆罗生命中出现的诸多女角色里，您最喜欢哪一位呢？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那么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